大家好，欢迎回来。你可能月经呢还很规律，吃法、运动呢都没有变，体重呢几乎没有动，可是腰围呢却先变了。很多人这个时候会怪自己，是不是懒了？代谢是不是坏了？通常呢都不是这些。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visceral fat。为什么更年期过渡期 perimenopause 38、39岁呢就可能悄悄开始，体重呢还没有明显上升，内脏的脂肪呢就可能先增加？我会提供一套饮食、活动、睡眠计划，不用餐餐算热量，也不用天天跑健身房。你能够手捏得到的多半是皮下的脂肪，内脏脂肪呢是藏在更深的器官范围，而且还会释放出脂肪酸，还有发炎讯号分子。如果太多的时候呢，和胰岛素的阻抗、第二型的糖尿病、脂肪肝啊，然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上升有关。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减掉的话，那个脂肪跑哪里去？大部分的人会说变成热量，变成汗，都不是。掉10公斤的脂肪，其中呢8.4公斤是变成二氧化碳，是从你的肺呼出去的，剩下1.6公斤呢才变成水，你的肺呢才真的是减脂，真正的排出口。所以下一次呢，如果有人跟你说把脂肪燃烧掉吧，严格讲呢，你是把它吐掉的。亚洲女性特别容易被 BMI 正常这个结果呢骗到，因为亚洲人呢在 BMI 还不高的时候呢，代谢风险呢就可能升高。BMI 看不出全部的，有些亚洲女性呢 BMI 完全正常，看起来很瘦，但是 CT 或 MRI 一照呢，内脏的脂肪已经偏高了。医学上呢有时就叫做 TOFI， 就是 Thin Outside Fat Inside。体重计只知道总重量，不知道肌肉在哪里，脂肪在哪里。那腰围变大呢是风险线索，却不能够直接量出内脏的脂肪，只有 CT 还有 MRI 才看得到。家用用的那种体脂计的内脏脂肪呢，只能够就是粗略的参考而已。更年期过渡期呢是停经前，连续12个月没有月经呢才算停经。刚开始呢周期可能照常，荷尔蒙呢却已经在波动了，所以脂肪呢可能已经往腹部移，肌肉呢会更难保住。一项 CT 研究呢追踪了362位女性，最后一次月经前呢大约2年，那她们的内脏脂肪呢原本还算稳定，之后呢开始加快，那2年平均呢每年增加了8.2%， 最后一次停经后呢，平均每年增加5.8%，这是整组平均，并不代表每个人呢都照这个速度。饮食、活动、睡眠、基因呢和老化呢也会有影响。这个研究让我们稍微知道说，我们在体重还没有变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组成呢可能已经先变了。我们先讲吃，因为减脂需要长期维持的热量赤字，就是消耗比吃进去稍微多，你不用挨饿，也不用戒掉所有的淀粉呢。但是呢，只叫你少吃一点呢，没有什么用。先找出你每天重复出现，拿掉最不心痛那笔热量。第一步呢，就是用1周找出你常常多吃却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可能是含糖的饮料、酒，看电视时呢吃着零嘴，或者是明明不饿呢，可是还是继续多吃。饮料呢，我觉得最好先改，而且我觉得是最容易改的，因为一杯饮料呢5分钟内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你的胃也不会有任何反应。奶茶从半糖慢慢降到无糖，豆浆选择无糖，拿铁呢换成小杯，不要糖浆。无糖的奶茶也有可能有牛奶还有珍珠的热量。酒先减少喝的天数呢，或每一次呢少一点。你不用呢先跟白饭分手，先看看呢白饭旁边那份饮料。好，第2步就是每餐呢放进3样，一份看得见的蛋白质、高纤的食物，再留一份你喜欢的淀粉。一餐呢先抓大概20到25克的蛋白质。教你们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用你的手掌，不要算你的手指头，就是这个手掌 OK。 如果是鱼或肉的话呢，就这个厚度呢大概就是20到25克蛋白质，所以呢你吃的肉大概要手掌大的鱼或肉，或者是2颗蛋，然后加个无糖豆浆，或者是1大份的豆腐配毛豆啊豆类。1大碗面呢只加1颗蛋呢通常是不够的。肾脏病或需要限制蛋白质的人呢，分量要个别调整。更年期这段时间呢，蛋白质呢能在
减脂是帮你保住肌肉，我们想要减多余的脂肪呢，我们不想要连肌肉啊一起减掉，因为那样会很难看。高纤食物呢，可以选蔬菜、豆类、直接吃的水果、菇类、海带啊，还有全谷。纤维是不会直接溶掉内脏的脂肪啦，可是能够增加呢分量还有饱足感，让你呢比较容易长期少吃一点，因为你不容易饿嘛。买便当的时候呢，蛋白质留着，再选2样菜，饭太多呢就少一点，面里面呢加菜再放豆腐啊、鱼啊、鸡肉或者是蛋。早餐呢可以吃2颗蛋配无糖豆浆，或选一份能够提供大约20克蛋白质的无糖优格，再加水果。第3步呢就是先处理一天最容易失手的时间。下午4点的时候呢，你总会开始找零食、找饼干，那你就在4点前呢开始准备水果、无糖的优格、毛豆、什么茶叶蛋或是无糖豆浆。坚果的话呢，就先倒1小碗，不要拿整包，因为就很容易会多吃了。这2周就先做这3件事情，就换掉1杯饮料或者是固定的零食，还要调整一下你的蛋白质 portion。那这个做法呢，看看你有没有办法一直维持。如果你能够维持的话呢，那你就找对方法了。不要每餐呢都砍到又饿又很累，然后力气都没有，因为这样子呢你没有办法维持。第2个部分就是活动，这个很重要。吃完饭不久呢，先走10分钟到15分钟，挑吃完做最久的一餐。很多人呢是晚餐，也可以到户外卖场啊、mall 啊、走廊啊，原地走路也都可以。肌肉呢只要一收缩呢，其实就像开了后门一样，不用靠胰岛素这把钥匙呢，就可以直接把血液里面的血糖呢拉进肌肉用掉。饭后走路呢，除了能够压低餐后的血糖呢，也让你少做一点。你就是选一个速度舒服，然后明天还能够做下去就好，也不用换什么运动服，你就是10分钟就可以。如果你想要省时间，身体状况还有关节呢也允许，1周呢可以加1到2次的短间歇。在2026年的一份网络呢总和分析整理60个随机试验，对象是过重或是肥胖成人有氧加重训还有高强度间歇训练，也就是 HIIT 都减了内脏脂肪。但是 HIIT 呢在这个分析里面拿到最高的几率排名，可是研究不是针对更年期过渡期女性，排第一呢也不等于说一定赢过每一种做法了。真正的 HIIT 呢是短时间呢做到很吃力，喘到呢只能够讲就几个字，就讲不出话来，很喘。HIIT不是说必做，新手呢可以先暖身，快走1分钟，慢走2分钟，再重复5次，再缓和。就算呢只能够间接走路，一样呢有用。如果你会胸痛啊、昏倒、喘得不寻常啊，或者是心脏病啊，就是说先问你的医生啦。重训呢也是需要的，尤其更年期前后，脂肪可能增加，瘦体重呢往下掉。重训呢就让身体知道说这些肌肉还要用，也帮助力量、骨骼还有血糖的控制。肌肉呢是全身最大的血糖消耗组织之一，肌肉量呢下降，身体处理血糖的能力呢也会跟着变差，内脏脂肪呢更容易会堆积。所以更年期前后呢保住肌肉，其实也就是在保护你的代谢。一开始抓4种动作，推、拉，再加髋关节动作或者提重物走路，椅子深蹲啊，墙面的伏地挺身啊，弹力带划船啊，加上拿背包做屁股往后推的动作就够了。1周2次，每个动作呢1到2组，姿势稳，次数变轻松呢，你可以再加阻力。再来第3个部分就是你的睡眠。更年期呢过渡期里，如果叫你就多睡一点呢，那是没有什么用的。你要先找出问题，是你自己造成的吗？是你自己留给自己睡觉的时间不够，或热潮红、反复失眠啊、睡眠呼吸中止啊，处理方式不同。你凌晨3点被热醒啊、满身汗啊，不代表睡前习惯做错了。光调睡眠习惯呢是解决不了更年期症状。睡眠不会半夜直接烧掉内脏脂肪的，但是可以决定你隔天的饮食还有运动有多难。睡太少、饥饿、嘴馋啊，高热量食物的吸引力呢也可能增加。煮饭啊、走路呢、运动都没有力气了。有一个实验呢，就找了80位平常呢睡不到6个半小时的成人，那提供呢个人化睡眠的指导，还有和对照组相比嘛，他们多睡大概1.2小时，每天呢估计呢就少吃大约270大卡。所以呢你如果睡不好的话呢，你就跟你平常多吃大卡呢有关的。所以这份研究呢就是告诉我们，原本长期睡不够的人呢，多睡一点
控制热量呢可能比较容易。如果你根本没有留够时间睡呢，先固定起床时间，平日和周末呢相差控制在30到60分钟，比起你还不困呢就硬逼自己上床呢来得好很多。起床时间这样通常比较好控制。起床后呢，尽量接触外面的阳光，早晨的阳光呢是最好的，而且对我们的皮肤伤害也是小的。出去外面走一下，或在外面呢喝杯茶呢，都能够帮你的生理的时钟呢对准，再从起床时间呢往前推，把睡觉时间留够。多数的成人大概需要7到9个小时，每个人都有差。你再找一下你觉得最有可能打断你睡眠的东西。咖啡因的半衰期呢大概5个小时，有些人会更久。所以如果你本来就已经很不容易睡了，你就把最后一杯的咖啡提早试试看2周，看有没有差。酒一开始呢会让你想睡，可是后半夜呢反而可能睡得更不好。躺在床上呢回工作讯息看影片呢，也会很容易把上床的时间呢越拖越晚。还有半夜醒来的时候呢，不要一直看钟，完全清醒呢越躺会越烦。你就暂时离开床灯光呢保持暗一点，做安静的事呢，有睡意呢再回去睡，主要让大脑呢继续把床呢和睡觉连在一起，不要让床慢慢变成你躺着担心事情的地方。如果热潮红呢或盗汗呢常会把你叫醒，房间凉一点，开风扇换棉被会舒服一点。现在也有一些有效的荷尔蒙和非荷尔蒙的治疗，适不适合呢要和你熟识你病史的医生谈。如果呢你做所有的东西呢失眠呢还是反复出现，可以用一个方法，就是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就是 CBTI。 慢性的失眠光靠睡前习惯常常是不够的，那 CBTI 呢是目前建议做的治疗。如果你打鼾呢就是 snore 很大声，睡到呛醒或者是喘醒，早上如果头痛或明明睡够呢，人非常想睡，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 sleep apnea。 女性有时候不会明显打鼾呢，反而是失眠疲劳。那如果是 sleep apnea 的话呢，睡前习惯再好呢，你也是撑不开就是睡着后塌下来的呼吸道。早上呢起来就是同一个时间呢，这个是我发现改变最大的。如果你改成功的话呢，你会发现说你睡觉呢睡眠呢品质变好以后然后已经习惯性了，你就会越睡越好。但是呢，重点就是你一定要有耐心，慢慢找出来你的问题，好，慢慢来，不要着急。因为呢，如果紧张的话呢，你会睡得更不好。再来，我们讨论一下大家认为有效的捷径。可是没有任何一种神奇的食物，或是更年期喝的茶，或是标榜什么平衡荷尔蒙的保健品呢，能够抵消掉你长期吃太多、动太少的事实。无糖绿茶拿来代替含糖饮料很好，但是呢，你也不用想要靠什么 green tea extract 然后来把什么内脏脂肪那个烧掉。而且标榜天然的也并不代表说完全安全。卷腹呢是可以练到你的腹肌，可是不能够指定身体先从肚子开始减脂。限时进食呢能够简化吃饭时间，也可以顺便少吃点宵夜。可是实验呢是没有一致看到说光缩短进食的时间就能够额外减更多的体重，或者是改善身体的组成。如果这个时间的安排让你吃得更规律，你就可以继续，可是不用把它呢当成可以专门减内脏脂肪的方法。如果你觉得呢这些方法都太复杂了呢，明天呢就先换掉一个每天固定多吃进去的东西，挑一餐就好了。然后吃完呢就走10分钟，固定起床时间，早上接触阳光，就这样子。你就先做这些，然后呢再慢慢调整，然后每周呢再加2次短时间的重训然后呢再慢慢的把间歇运动呢加进去。你先选你可以做的，持续做，这样子会比你一次做太多呢，然后选择放弃呢来的有效很多。好，我今天讲完了，你们留言告诉我，你们觉得最难的是哪一个？就饮料呢，或者是零食，饭后起来走路，还是想要提升你的睡眠品质？你都可以在下面告诉我。好，那我今天就讲完了。如果喜欢影片的话呢，不要忘记按赞。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